大家好，我是龚一鸣，又见面了。前面几期我们看了那么多星际迷航里的生活和探索，那么如果遇到敌人需要战斗，用的是什么样的武器呢？很显然，现在的武器放在24世纪，就好像我们看弓箭长矛一样，都是无法适应作战需要的。星际迷航里大部分文明用的是两种类型的武器，各文明给他们起的名字虽然不一样，但作用很相似。这里就用星际联邦为例，第一种叫 Phaser， 第二种叫光子鱼雷。Phaser 有翻译成相位炮的，是一种能量武器，它发射的是一种通过操纵相位场产生的能量束，有一个能量发射器和一组聚焦晶体，将能量转化为相同相位的能量束发射出去。根据个头大小来分，有1型 Phaser 遥控器大小，2型 Phaser 则是手枪的形式，3型比较少出现，是步枪的样子。再往上有飞船用的 Phaser Bank， 这些 Phaser 都有多个档位的功率设置，最低功率的不会致命，用于加热、切割、探测、干扰这样的任务。功率大了就会对目标物体产生灼热的破坏力，造成杀伤。最高功率可以把物体蒸发掉。Phaser 还有发射模式的设置，比如连续模式、散射模式、脉冲模式。星际联邦的 Phaser 具有多样化的应用，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整，经常作为一种比较通用的工具。而其他文明往往觉得这样太复杂，Phaser 就应该只作为武器来用。他们和 Phaser 等价的武器，经常只有高低功率这一设定。既然是能量束，那就是以光速运行的，按说在曲速状态下无法使用。当能量束穿过曲速场的时候，就会被严重扭曲。但很显然剧中忽略了这一点，该用 Phaser 还用 Phaser， 还是直线传播。船上的 Phaser 是直接由曲速引擎提供强大能量。在 ENT 里第一次使用 Phaser 的时候，不小心过载了，把一颗小行星炸了个大坑。单兵的 Phaser 是由电池供能，即便是步枪式的 Phaser， 1秒钟输出的能量也能到 1.05 兆焦，相比之下，现在的步枪枪口动能也就几千焦。但是在 DS9 的一集提到过装子弹的武器 TR-116， 用于干扰很强没法用能量武器的情况。剧中为了用于刺杀，还在枪口装了个微型传送器，把发射出去的子弹传送到目标面前。现实中的定向能武器还在实验阶段，比如激光和激微波武器，有机载的、车载的、舰载的，可以对付来袭的无人机、导弹、炮弹等小目标。除了体积和激光器本身的限制之外，能量供应也有一定的技术难度，需要能在短时间内产生一个巨大功率的脉冲没那么容易，每次发射成本导致很低。但无论如何，现阶段毕竟能掌握的能量有限，射程本来就不远，还容易受到大气影响而进一步缩短射程。另一种武器光子鱼雷是一种实体的弹药，常用于飞船之间的战斗。它的结构类似于现在的导弹和鱼雷，由推进器提供动力，由导引系统负责目标搜索，由战斗部负责杀伤。它的推进器是曲速加持的冲量引擎，2个独立的微型聚变推进器提供前进的动力，再用微量的反物质以脉冲的形式产生一个短时的曲速场，提供超过光速的能力。导引系统则确保光子鱼雷能精确锁定目标，瞄准武器系统就不会打到推进系统。BOY 里的航海家号可以从轨道上精确击中海底发射的另一枚鱼雷。在电影第6部里，甚至有临时修改导引系统，让它搜索隐形飞船的等离子排放。战斗部装的是反刀，在反应室里核刀湮灭，发生剧烈爆炸并释放出高能光子，这也是名字的来源。根据 TNG 技术手册，标准的光子鱼雷装有 1.5千克的反物质作为战斗部，可以算出来完全湮灭产生的 TNT 当量是64百万吨，略大于目前人类最大的核武器沙皇炸弹。和Phaser一样，光子鱼雷也有很多设置，可以对其编程，设置爆炸当量和闪射模式来适应不同的战术需求。BOY 里还有过把一颗光子鱼雷直接传送到 Borg 的 Cube 里，在内部爆炸。光子鱼雷广泛应用于各个文明的飞船，用于攻击敌方飞船、地面设施等。通过对光子鱼雷做一定的修改，它也能成为一个多样化的工具。Data 有一次把光子鱼雷改成照明设备，不是一次爆炸，而是慢慢释放光子。去掉推进系统的光子鱼雷可以作为防御性的空间雷来用。
DS9 与自治同盟的战争中，这样的空间雷被部署在虫洞口，防止自治同盟从第三象限过来。还给它架了个复制机，当一个雷挂了，周围的雷会复制一个作为补充。去掉了战斗部的光子鱼雷，可以作为一个小型载具用。装上感应设备就成了探测器，装上维生系统就成了救生艇。在 DS9 的中后期，还出现了光子鱼雷的改进版，当量翻倍的量子鱼雷。它的能量来自于量子真空能量，在击中目标时可以造成更严重的破坏。Enterprise E 仅仅用了4枚量子鱼雷就摧毁了一个没开护盾的 Borg 球。现实中虽然原理早就掌握，但目前人类生产反物质的能力还弱得不得了。最大的粒子加速器 LHC 生产1克反物质也需要41亿年，这样的生产效率没法作为推进，也没法用于武器。当然，不管哪种武器都需要依赖于感应器来搜索目标，否则都是瞎子。星舰上有个感应器平台，包括多种类型的感应器，用于感知各种信息和现象。有长程感应器、近程探测器、目标追踪器、星际导航探测器等。这些感应器可以检测和分析宇宙中的星体、星际物质、舰船、能量源等，提供有关目标的位置、速度、质量、能量特征、护盾状态、武器系统之类的数据。感应器平台收集到的数据经过分析和解读，可以帮助船员了解周围情况，评估潜在威胁，发现新的星体。感应器收到的信号也需要包含在子空间传播的超光速信号，否则会错过所有曲速状态下的物体。除了 Enterprise 这样探索为主的星舰，在 DS9 时代，为了应对 Borg 和自治同盟的威胁，还出现过永汉号这样专门以战斗为目的的战舰。它的个头显著小于其他星舰，舰桥和重要设备都是深深埋入船体的，船上的空间也很狭小，但却有与之不相称的高能量和火力输出。它的 Phaser 多了个多发点射的脉冲模式，威力更强。在凯文时间线里的 Enterprise、Phaser 也是脉冲的。永康号还装备了量子鱼雷和烧蚀装甲。防御方面，之前我们说过立场护盾的技术可以承受一定的攻击，除了这样硬扛的，还有更猥琐的一招——隐形。Romulan 和 Klingon 的飞船普遍有隐形能力，但星际联邦没有。隐形设备会消耗大量能量，以至于在 TOS 时代，那些飞船必须先解除隐形才能开火。实际上，会曲速的文明都可以用扭曲空间来隐形，技术上不是问题。星际联邦是因为和 Romulan 的停战协议限制，才不发展隐形技术。飞马座号则是偷偷安装了一种通过相位偏移来隐形的技术，实验的时候出了事故，卡到小行星里了，也是费了好大劲隐藏这个秘密，防止被 Romulan 发现。而永康号上安装了从 Romulan 借来的隐形设备，由 Romulan 的人员负责操作，并且只能在第三象限启用，但很快这个限制就放松了。更先进的文明，比如从地球上没灭绝的恐龙进化出的文明 VOS， 还有个人版本的隐形设备。要是实在打不过需要弃船，只能通过救生艇逃生，每个星舰都有非常多的救生艇。这些就是星际迷航里常见的作战攻防系统。这个系列之前提到的东西，都需要组装在星舰上使用。下期我们来看看星舰本身，欢迎继续收看，再见。